我叫一辉，是个诗人，也是个建筑师。这栋房子面朝南京的19湖，离农村很近。原本是我邻居的房子，2015年我买下他家的一半，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重新设计改造。这栋房子现在一半是我的，一半是邻居的。南面入户是800平米的一个内院，是原来就有的，保留下来和邻居共享。我的邻居是个老师，会写散文，我们经常会在这里聊天，有时也接待诗人和艺术家。外观全白的设计，一共2层楼高，面积为600平方米。我家的那部分约有400平米。由于北面朝向19湖，我在最外面做了一个露天平台，然后把原本的廊道改成了半户外的茶室。接着把客厅的墙全部打掉，用玻璃做了一个开放的隔断。房子原来的窗户都比较小，我换成了大面积的玻璃，这样呢就可以引入湖景。木地板是我从拆迁工地上买过来的老门板，会客桌是以前淘来的那个旧船板加工而成。我把几个原来废弃的空间的屋顶移除了，做成了2个天井，增加采光。我保留了原来的地面的青砖。我在室内种植了天竺，还有芭蕉。我的工作室就在天井旁，这3平米的空间是我常待的地方。我人够了我是看看书或者一台电脑就行了。很多作家、诗人朋友都非常喜欢那种空间，因为它的外面就是湖泊。晚上我待在那边，卧室里有沙发有床然后一个很小的空间，感觉到安宁聚气，没有过多的打扰。南面采光好，朝院子。我妈妈喜欢在这做饭，开放的厨房还比较宽敞。我妈妈的房间就在厨房隔壁，窗外有2棵枫树和祠堂，还有木质平台，以便她练太极和晒晒太阳。我妻子在城里工作，周末会过来，她喜欢在这里摘菜，有时插花。楼梯有2根钢筋和旧木板搭成。上到2楼有3个房间，朋友来了就会住在这里。另外一个房间，我也做了一个小天井通风，种植了草坪。南方人喜欢宁静神秘，我试图从建筑来体验南方人的特质。我写诗30年，出版过2本诗集。我有首诗叫《萤火虫》，我家夏天也能看得到萤火虫。萤火虫忽明忽暗的，就像我们的人生。其实很多生活的细节要去体会，但忙碌的生活会让我们渐渐忽视了这些事。这几年就是因为我离农村比较近，也帮几个在农村有宅基地的朋友做过一些房子。我是从来不收费的。我感觉到他们信任我，让我来做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这边原来都有人家住，
好，你看以前我们古代人做火，做斗戏啊，而且他这个方式还是节省的。你看这个底下它是承重的，所以他用的这个砖就比较是这样的力量。你看到上面它已经是空斗了，因为承重没有那么大了。从诗人到建筑师，或许让人觉得有点远，它其实联系得很紧密。房间的区间就像诗句一样，如果排列得当，就会有一种愉悦、动人的节奏。